大家好，欢迎来到羽毛球自学之路，我是 Danny， 我们一起当自己的教练接续上一集 EP03 正手高远球，那各位应该有发现，正手高远球我就教了基本动作拆解，还有该注意的所有重点，但是呢，里面没有放超级彩蛋里面只有个小彩蛋，就是零位击球。那今天给各位大彩蛋这个大彩蛋是什么呢？就是正手高远球里面呢有一个最难的这个最难的部分呢就是转体转体，而且这个转体需要长时间的练习，高频次长时间的练习，这个转体才会顺畅。那今天就教给各位怎么练转体最重要的方式。那如果你愿意呢，你就可以花点时间，你长时间的高频次的去做这个练习。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长时间高频次。长时间高频次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呢，它在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其实是蛮呆的它每天的学习能力只有，我们假设它只有1概念就只有1。假设你学习好这个动作呢，是要10000分才学完这个动作，那你每天只能学1，这代表什么？你必须要练习10000天。那你会告诉我说，那我可不可以一天练10？最遗憾的就是在这里，我们的肌肉没有办法。他每天就只能1，这也是为什么科班的学生他们需要长期高频次的练习，然后能够在稳定的练习下达到巅峰。一旦没有高频次的练习，他们的运动表现呢，其实也会跟着下降下来。接下来呢，这个投球练习呢，我们就把它分成3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入门，中阶、进阶。那入门呢，我们会做定点投球。重点放在转体。中阶的话呢，就是做定点、后退、单脚起跳、转体投球。进阶的话呢，就是启动步加底线左右移动投球。接下来呢，我就为各位示范定点投球初阶的定点投球动作给各位看。投球练习的时候呢，你就像我一样左手抱着一排球。抱着一排球，那原则上我是抱12颗，我也不建议再多。那你可以少，如果你抱不住的话，你可以少，因为我等一下会希望你的左手还是有点抬起来的标准动作，所以你不要抱太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抱12颗，才抱12颗，抱不了12颗，你就抱5颗、6颗，这样就好了。那场地的布置呢，就像你在镜头里看到的我把球筒摆在网子的正中间。为什么我摆正中间呢？因为我希望你的球筒呢，跟你的场地这条直线呢，是一个很直的感觉。我们会希望呢，你在动作上被规范到这条直线上面。那我们就不要浪费这条直线，我们利用这个直线。那细部分解动作呢，我就不再讲解了细部分解动作呢，跟正手高远球一模一样。如果你学会了正手高远球，我在 EP03 讲的连续动作，那你应该就会做这个动作如果不知道就回去看 EP03 随时可以去选来看慢慢看，而且我有加了章节，你可以看你想看的部分就好了。好，那定点投球我们现在就开始。一样，我们就是一个架拍的动作，重心放在右脚。等一下呢，我们重心移到左脚之后呢，做一个转体投球的动作。那球是这样拿，球你就两只，你要2只手指或者是三只手指这样去抓着它，这样抓着它。那我们等一下投球的时候呢，我们要出去的时候，你就做一个放开的动作就好了，放开它就出去了，做一个放开的动作就好了。好，我们开始投。重心在后面，重心在前面之后，我们做一个身体上拉连续动作，提肩，然后这时候重心落到左脚，那希望你的右脚呢是像我这样，你就有点撇出来。那我们先不要去，很多人在一开始学正手球的时候呢，就开始学这个动作了。右脚抬出来，那我先不要求你先不要做这个动作，我跟你们讲一下这样做的缺点是什么，那你自己可以去选一下说，你在练的时候你想要出右脚还是不要出右脚。
因为呢，很多人在这个基本的动作上面呢，他一开始就会去出右脚，那他会变成怎样？他就会变成呢，他的右脚不是身体带出来的，他会变成是这个动作，他是故意的把右脚抬出来。好，故意把右脚抬，我做一个故意抬右脚的动作给你看，希望我可以做出故意抬右脚的感觉。啊，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故意抬右脚，哦，很明显哈，故意抬右脚。我再做一次，故意抬右脚。那故意抬右脚的结果就会变成什么？应该有看到，刚刚是同手同脚啊，这个就是最不希望看见的啊，同手同脚。所以呢，刚开始的练习呢，就希望你两只脚啊，就做一个移重心的动作。那我怕有人听不懂移重心，我就在这边重心稍微讲解一下。啊，重心在右脚是什么意思？重心在右脚呢，就是你的左脚几乎可以抬起来，轻轻放下去，这个叫重心在右脚。重心在左脚是什么意思？重心在左脚是你的左脚踩下去以后，你的右脚有能力可以轻轻的离开。好，这个叫重心在右脚。所以我们等一下的动作就只有这样而已，重心在右脚。重心在左脚，重心在右脚，你的身体就转体转够。如果你有常常看小戴比赛的话，小戴的正手杀球，他的左脚脚跟是会撇出去的，为什么？这个就是他希望他的转体是非常充分足够的。如果你完全朝前，是很难充分足够的，这边会卡卡的。那要最足够就是这样，脚跟甚至撇出去。好，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翻一下小戴的影片，很容易看到这个动作，非常容易看到。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的转体我们也是，好，我们就也可以撇一下，确保我的转体是足够的。啊，重心移到左脚，重心移到左脚，同时做转髋的动作，重心拉起来转髋。好，这个是重点，好，我们再做一个投球的动作。也就是这样，重心右脚，重心左脚。重心右脚，重心左脚。那我们放一个筒子在那边的目的呢，除了增加准确度以外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你可以把球投进去。为什么嘞？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球要进这个球筒呢，它什么样的轨迹最容易？这个球呢要进这个球筒呢，它其实是这样的轨迹最容易，是不是？这样的轨迹最容易。这样的轨迹最容易。如果你是这样的轨迹，很难。这样的轨迹很难。因为一定要这样下来进去。一定要下来进去。这个也是投球练习最可贵的地方。再来呢，投球练习呢，你手上就没有拍子，所以你只会专心做一件事，什么事情？你只会专心在你的转体就好了。因为这个球呢，你手很用力，那投出来的曲线呢是不好看的。也不太可能投进去。我投一个手很用力也给你们看，我手很用力，就会是这种比较平的球。你往上，即使你往上丢很用力也是一样。你往上丢很用力呢，会有个缺点，你的球点很难瞄，你很难轻微控制它。你如果是希望你全部靠腰力的转动，去练习我们由内而外发力。所以最珍贵的就是这是可以练由内而外发力的顺畅度。由内而外发力的顺畅度，由内而外发力。你应该有看到很明显的，我的转完体之后，我才出球哈。转完体之后，我才出球。如果你的动作转得够顺畅的话，这个球呢，就是会飞得蛮漂亮的，它的曲线蛮漂亮的。但蛮漂亮之后呢，你就可以做球点的调整。你在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稍微转多一点，它就会往左。稍微往右，不要转那么多，它就会往右，这样调整。那你手的大小力呢？你顺畅度，如果你够稳定的话呢，它其实就好像我们在打靶一样。如果你每个动作都一样的话，你的准心稍微移一点点，你的那个球点就可以移，那你就有很高的机会可以把球投进去。那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玩的人呢，非常好玩会很有成就感。中阶投球练习，我们要来做一个后退确认步转体投球。那确认步转体投球呢，第一个出现问号的就是确认步。什么叫确认步？那我就现在讲什么叫确认步。确认步呢，就是我们在后退的时候，你要打高远球的时候，你这样跑，
啊，这样太慢了，这样太慢了。哦，那会出现一个什么动作呢？会出现一个你的后脚确定要从这边，好，确定要从这边跳起来的动作，好，跳起来的动作，这个踩下去准备跳起来的这只脚就叫确认步，就叫确认步。那我现在呢，先把动作稍微分解一下，我等一下会出现什么动作。我们的脚呢，我们先给各位展示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说，如果你要左右跳的时候，怎么跳最直觉？你看，假设我现在这边，好，我现在这样子单脚，我要往后跳，怎样最快？我就是直接跳嘛，好，我就直接跳。我要往前跳呢，我就直接往前跳，这样最快的，啊，这样是最快的，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动作哈。所以呢，在一个瞬间呢，我们的身体呢，假设你现在是站着，好，然后做我们刚刚准备架拍的这个脚的姿势，好，这个脚的姿势。你的左脚在一瞬间呢，你把你的左脚力量全部放到左脚去，好，重心全部放在左脚。我刚刚讲过了嘛，哦，特别讲重心就是你看右脚可以抬起来，重心先全部放到左脚，啊，等一下我们要重心全部到右脚去，然后同时做确认步。所以呢，下一脚的位置可能会变来变去，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因为是直线练习，我们就固定在那个位置就好了。啊，我重心到右脚去，然后往后跳，重心到右脚去，往后跳。啊，很不稳，有点晃，因为我现在是故意把它停下来的。啊，来左脚，好，你们没有做过的人就要先跟我把这个东西稍微做好，你身体要这种感觉，啊，单脚跳来跳去的感觉，啊，单脚跳来跳去。那这个单脚跳来跳去呢，你会了之后呢，我们就加上转体，加上转体就变成这样子。好，我到右脚之后呢，跳起来之后呢，我把身体转正，身体转正。那我做一个连续动作，啊，连续动作哈，它就会像这样。啊，你会看到我的左脚就被荡回来了，好，所以我的右脚呢，就会转宽转正之后呢，我这个右脚就自然的会出来了，就不会像我们刚刚定点的时候，我会要你把右脚就一直放在后面了哈，就不一样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先做一个近的连续动作，我等一下丢球给你看。我先做一个近的连续动作，它就长这样。好，要丢球，好 ，OK， 好，那我先丢2下，因为我中间还穿插了启动步哈，我先丢2下给你看。好，各位有看到，这个就是启动步，这个启动步。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启动步。我把重心改变一下，你再看一次，好不好？这一下就是启动步。好，那我做什么动作呢？我的启动步做了什么动作呢？我的启动步，我做了一个瞬间转宽的动作，瞬间转宽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通常在顶级的男双呢，他们用的非常多。如果你有认真看的话，他们会瞬间转宽。把你的脚呢转成顺向脚，转成顺向脚。那讲到顺向脚呢，又要停一下了。什么叫顺向脚？顺向脚的意思呢，就是你脚的姿势啊，不管我怎么站，假设我现在这样站，我现在故意站成顺向脚。什么叫顺向脚？你的2个脚掌，你把它画成2个点，2个点。我现在这边2个点，点 A， 点 B。点 A 点 B 啊，过来一点，点 A 点 B， 有没有看到？点 A 点 B， 你把它连起来，它就是一条直线，就直线就是画去我刚刚的球筒，所以这个就叫顺向脚。那你一定会问说，那这样叫不叫顺向脚？这样也算是顺向脚，这样也算是顺向脚，所以我们这样就顺向脚。那我投完球之后呢？动作是这样。我如果立刻又要变成我刚刚的可以转腰插球的动作，怎么办？大概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这样，我直接推回来，有没有？这是一个方式，所以为什么这个也叫顺向脚？因为这个很方便，可以直接推回来，这个就是顺向脚，它是顺向脚一种。那因为呢，我希望你们练的时候呢，是每一次都练出一个可以有点回中的感觉。什么叫回中的感觉？我刚刚是做这个动作嘛。往前跑，好不好？所以我可以启动一下，
回中的感觉。我启动一下的时候，我瞬间就转成这样。好，我利用回中这一下，我转成这样，我再去做下一次启动。好，所以连续动作就这样，我再做一次连续动作。哇，应该有看到我瞬间做一个转髋的动作，而且转完髋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刚开始教你们的小跳动作。哦，这一脚出力跳过去，这一脚再出力跳起来转正。哦，一个连续动作就是这样子。确认步转体投球示范，就一样，我们拿一排球拿在手上，好，那因为我们要往后跑又往前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站前面一点，然后让你的确认步呢就在底线这边就好了。那我不建议你去练很奇怪的，比如说我跑越远越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希望在练球的时候呢，让你要很习惯这个空间，所以你要有那种感觉，我每次退多少，我就是可以做确认步起跳。确认步起跳，所以呢，你要滑2步再起跳，滑1步再起跳，这个就看你的能力啊，这个就没什么特别规定了哈。那你可以一开始滑1步再来滑2步，甚至你以后要练成滑3步也可以啊。但是我们现在就讲，就是做一个方便做往前移、后退确认步起步就好了。那接下来我把手上这台球投完吧，好吧，开始。如果你跳得够高的人，其实你就可以去做出临位的动作哈，身体就会左倾。那跳不够高的人，你就手就出去一点，像这样，手出去一点，保持你的手在临位。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能够规范你自己临位的时候同时你可以练启动步、确认步、转体凌空因为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要教这个？因为后面我就要教杀球了。那杀球紧接着就是单脚起跳杀球在社会组呢，你单脚起跳杀球很快的话，基本上会比双脚起跳好用非常多，它会有很好的突击性突击性就是一种威胁。接下来的高阶投球练习呢，会包含什么部分？我在这边先说明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在底线左右移动。那底线左右移动之后呢，我们球筒一样在正中间，所以我们在底线左右移动去丢正中间的球筒。那这个练习呢，就会包含你投完球之后呢，可以往下一点做平移的动作。你可以左平移、右平移，左平移、右平移，这是一个会练到的动作。那接下来呢，还会练到正手绕头。既然你正手要够强，就是正手要会绕头，就是这样。你就正手也可以绕头。那这个练习呢，就会比较复杂，里面还有牵扯到很多步伐的问题。那步伐的问题呢，今天这一集呢，时间已经很长了，我就不再去很详细的讲步伐的问题。我先在这边就直接做一个高阶投球练习的示范。那往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拍一个启动步比较详细的说明。那启动步详细的说明呢，你就可以在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今天用到的所有步伐。那基本上呢，说实话，如果你中阶已经投得很熟练的人呢，这个高阶你自然就会。说真的，你自然就会，你根本也不用看我在怎么讲高阶细节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高阶投球练习的示范动作。我的习惯呢是从场地的右边跑到左边，右边跑到左边，就这样跑。那你要跑多快，你的间隔要多快，就看你的脚力了。说实话，这真的看你的脚力，你可以慢慢过去，也可以慢慢回来。那我等一下示范几个快的，也示范几个慢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好，我们现在就从右边底线开始。那你跑的时候呢，我希望你是可以回一步跑。所谓回一步跑，就是你丢完之后，你又往前回一下，再往后跑，再往前回一下，成一个double U 的自行跑。那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杀完球要回防嘛，或者是你高远球又要回防，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模仿实战的练习了，这样才实用。你不可能就在那条线上左右移动这么单纯，你的对手应该不是吃素的所以他不会那么客气那我们就想办法跑出要挡住他所有路的动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啊，各位应该有看到，我已经把我的距离给加大了。好，我把距离加大。好，我把距离加大。好，距离加大。好，绕头。好，就这样。很喘，很喘。哦，我已经是稍微提高了比我平常的速度稍微快一点了。你从我讲话的喘息声，你就可以感受到。到这里，你还没按赞的，就麻烦你按一下赞，不然我就没有力气讲下去了。好，按赞了吗？好，那我们继续。啊，开个玩笑，后面没有了。如果你希望我的频道，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